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部，该地是一个有争议地区。摩洛哥声明对此地区拥有主权。摩洛哥控制着西撒哈拉约3%的地区，并修筑了沙堤长城，防止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渗透。当地独立武装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统治着该地区以东大约1/4的荒芜地区。目前有大约67个联合国成员国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的要求，并约有54个国家承认波利萨里奥镇武装政权所领导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为独立的国家。西撒哈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探险家汉诺的时代。现在的西撒哈拉在古典时代是一片干燥的稀树草原，在那里，像法鲁西人和佩罗尔西人这样的独立部落过着半游牧生活。由于其靠近大西洋的特殊地理位置，从15世纪开始，由于通往东方的商路被奥斯曼帝国所垄断。为了打破奥斯曼帝国的垄断，葡萄牙把目光放在了大西洋上，西撒哈拉正是在此时逐渐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当时，西撒哈拉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人口稀少且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葡萄牙并没有在这里建立殖民政权。19世纪，西班牙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挤掉葡萄牙，成为了西撒哈拉地区新的殖民者。由于西撒哈拉经济相对落后，西班牙殖民者一开始并没有重视这里。西班牙由于无法抵挡19世纪初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浪潮，不得不撤出美洲，把目光重新投向西北非洲。1884年，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设立了总督。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对休达边界以及西撒哈拉领土要求的纷争，引发了1859至1860年的西班牙摩洛哥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试图将西属撒哈拉出售给奥匈帝国，西班牙希望借此弥补战争损失，而几位奥地利大臣则希望获得海外殖民地，以证明其海军扩张的合理性。然而，由于奥匈帝国是2元君主制国家，匈牙利巨头家族否决了此次收购，西撒哈拉殖民地最终被西班牙保留。随着磷酸盐矿、钾、铜、石油等资源的发现，西班牙对西撒哈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为了更好占有这里的矿产资源，1958年，西班牙干脆将西撒哈拉地区宣布为海外省。这种做法引起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支持西撒哈拉游击队反抗西班牙。从1973年起，殖民者逐渐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此后，西班牙曾多次试图组建忠诚的撒哈拉政治机构以支持其统治，并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拉拢积极分子，但随着西班牙领导人佛朗哥健康状况的恶化，马德里政府陷入混乱。1973年5月，西撒哈拉抵抗武装联合组建了波利萨里奥阵线。西班牙为了保住在西撒哈拉地区的经济利益，西班牙不顾当地民众反对，将管理的权力移交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支持的临时政府。与西撒哈拉接壤的还有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是阿尔及利亚绕过摩洛哥通往大西洋海岸距离最短的通道。而对摩洛哥来说，西撒哈拉地区丰富的矿藏和渔业资源，让摩洛哥每年能获取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因此，两国都将西撒哈拉地区视为重要目标。阿尔及利亚在独立之初就与摩洛哥爆发了边界冲突。阿尔及利亚担心，一旦西撒哈拉归属于摩洛哥，就会助长摩洛哥的扩张野心，从而危及阿尔及利亚自身的安全。因此，阿尔及利亚主张西撒哈拉人民通过全民公投实现独立。1975年末，西班牙与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瓦利举行会谈，就权力移交条款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开始向佛朗哥政府施压，两国均认为西属撒哈拉地区历史上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在摩洛哥就其向国际法院提出的诉求的合法性征求意见后，联合国派遣了一个访问团。访问团于10月15日提交报告，宣布当地民众支持独立。10月16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任何针对这一局势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得到民众的明确接受，才能具有法律地位。在国际法院驳回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领土要求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号召35万民众进入西撒哈拉宣示主权。占领西撒哈拉是摩洛哥出于战略考虑的需要。由于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依然掌握在西班牙手中，一旦两国擦枪走火，
西班牙可以利用摩洛哥西海岸不远的加那利群岛，将摩洛哥彻底封锁。对于摩洛哥来说，把西撒哈拉地区的海岸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不仅可以获得西撒哈拉石油的开采权，还可以利用西撒哈拉漫长的海岸线突破西班牙的封锁。1976年2月，西班牙宣布全面撤军后，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两国军队进入西撒哈拉，开始分区占领。同日，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令毛里塔尼亚的经济支柱铁矿石开采行业一度陷入瘫痪，该国政府也随之下台。毛里塔尼亚新一届政府随后宣布放弃对里奥德奥罗地区的控制权。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闻讯后，立即下令吞并毛里塔尼亚放弃的里奥德奥罗地区，并派遣军队加以占领，并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活动，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西撒哈拉地区的民族结构。80年代中期，摩洛哥在当地修建隔离墙，将具有经济意义的地区包围起来进行统治。隔离墙以东约占西撒哈拉总面积1/4的荒芜地区，则拱手送给波利萨里奥阵线，后者在这一区域建有囊括15万人的难民营。对于摩洛哥而言，西撒哈拉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西撒哈拉地区拥有数量可观的磷矿资源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实际控制西撒哈拉大部分地区之后，只磷矿资源这一项，摩洛哥每年就可开采200万吨，获取超过2亿美元收入。1991年，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斡旋下，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签署停火协议，这结束了双方长达16年的军事冲突。联合国之所以长期关注西撒哈拉问题，主要在于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1975年至今，10几万西撒哈拉民众逃离争议领土，前往阿尔及利亚和欧洲，这加剧了难民接收国的经济困难，激化了众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西撒哈拉问题影响着北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西撒哈拉地区的周边3国由于都想在该区域获得实际收益，往往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缺乏信任。美国基于自身的北非战略以及摩洛哥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美国总体上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对摩洛哥持支持态度。法国作为摩洛哥的前宗主国，西撒哈拉冲突爆发后，法国明确表示支持摩洛哥，并且直接将西撒哈拉地区称为摩洛哥的南方诸省来表示自己的立场。西班牙作为西撒哈拉的前宗主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持所谓的积极中立态度。一方面，西班牙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合法性，来维护其在西撒哈拉地区的渔业和磷酸盐开采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西班牙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开始注重改善与摩洛哥的关系。从内部实力看，无论是人口基数还是军队数量上，摩洛哥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摩洛哥在控制沿海及中部将近75%的土地后，在该地区投资10多亿美元。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摩洛哥控制区发展迅速，首府阿尤恩已经有2万余人的小镇，发展成为拥有13万人的现代化城市，并建有国际性机场。反观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的东部狭窄地带，绝大多数都是气候干燥、水资源奇缺的沙漠地带，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为了坚持斗争，波利萨里奥阵线将大部分军民迁移至阿尔及利亚境内，并在当地建立起4个大的难民营。由于波利萨里奥阵线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联合国难民署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每年向该组织拨款350万美元，用于救济灾民。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也对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必要的援助。由于各方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西撒哈拉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由此给该区域的稳定与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